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洗小厨。自从那篇10种不用种子，从超市买回来就能种的影片发布以来，受到了大家的积极关注与好评。目前点击量已超过了280万。鉴于大家对再生蔬菜的喜爱，今天呢，小厨再来更新8种可以利用边角余料再次种植的超市买回来的菜。想看看这些更新的菜都有什么？我又是怎样种出来的呢？请听我细细道来。第一种，茼蒿。在我们这里，茼蒿不是大众菜，不是很方便买，所以当我在超市看到有卖的，就买一把回家，吃一部分，种一部分，这样以后想吃就方便多了。买回来的茼蒿先挑一挑，取茎部粗壮的、新鲜的，然后把大部分叶子都摘掉，最后留下这样的光杆，带很小的2片叶子就可以。如果在茎上有这样的小嫩叶要留下，因为很快它们就会长大。取完了要种植的茎部，剩下的这一盆就可以吃掉了。这些看似新鲜又粗壮的茼蒿茎，由于在超市里放了多日，看起来有点脱水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先泡在水瓶里。这样可以让这些茎部吸足了水分，为之后的扦插打好基础，同时也可以促进生根。3、5天之后，蔫掉的叶子已经直立起来了，非常饱满的感觉，这时就可以种到土里了。如果你想等它生了根再种呢，你也可以多在水里泡一段时间，大概2周左右就可以生出这样的根须。这是我之前的那一批，泡的时间比较长，2周左右就生出了根须。找一个花盆，或者如果你想地栽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种到地里。刚刚栽种一定要浇透水，然后把它们放到阴凉处。在这点上一定要记住，不要放到阳光特别足的地方，因为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，把它放到了光照特别充足的地方，然后还完全都忘记了给它们浇水，结果过段时间仅剩4颗。不过这4颗在扦插了1个月之后，也够我吃一顿了。长到这个程度可以采摘了。上次发的视频中，很多网友问我，这样种的菜可以采收几次？其实这样种的菜，根据你种的时间、季节和采收的方法不同，可持续采收的次数和长短是不一样的。像这样的茼蒿，如果你采收的时候不从最底部剪断，而是留1到2节节点，那么底下2个节点的嫩梢会很快的长出来，很快你就可以采收第2茬。而且如果气温适合，天气没有很快的变热，那么就可以持续采收到这些茼蒿开花为止。虽然这盆里只有4颗，不过也可以吃一顿喽。这个花盆里的是用同样的方法更早的扦插的一批，已经采收过3次了。现在天气渐渐转暖，顶端已经打起了花蕾，准备开花了。2、莴苣。这种生菜叫 Cosletters， 超市里特别常见，属于莴苣类的一种，是拌沙拉的好材料。这种生菜外面的叶子吃掉之后，留住一个芯儿就够了。可以把这个生菜芯儿泡到水中，然后放到有散射光的窗台上。这种莴苣类的生菜非常的好养，仅仅用水培的方法，过几天就可以长出这样翠绿的叶子。它们宽大的底座可以充分的吸收水分，使叶子长得又脆又绿。当然，如果你想把它种在土里也是可以的，同样你可以栽在花盆里或者是菜床里。这次我把它种在了这样的小花盆里，
然后可以放到厨房。这样种蔬菜，不管是种来食用，还是用来观赏，都是非常美妙惬意的。没过几天，又变成了几颗和买来时一样大的莴苣生菜。3. 菠菜。菠菜用种子种的话，在叶菜当中属于出苗比较慢的，所以我一般比较喜欢买苗种，或者干脆从超市里买一把菠菜，用菠菜的根部种。而用超市里买来的菠菜的根儿种，更经济实惠一些，成活率也是相当的高。你只需要保留菠菜的根儿和最中间的小小的1到2片小叶子。就像这样，买一把菠菜可以收集这么多菠菜根儿，这以后每一颗菠菜根儿都是一整颗大菠菜。这些菠菜叶我先拿去做上汤菠菜了。着急要去做晚饭，这些准备种的菠菜根儿现在没有时间种了，那就先把它泡到水瓶里吧。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种。过了2天，天气不错，心情也好，我们来种菠菜根儿吧。菠菜是非常适合家庭种植的，无论是种在地里还是花盆里，无论是全日照处还是背阴处，都能长得很好。我种菜通常都是懒人种植法，也就是种进去了之后就很少去打理，只要天气不是特别热特别旱，就基本上不去浇水，属于靠天吃饭的那种。但是菠菜根的生命力太顽强了，3周后就长这么大了。这是在我自制的小温室里，和其他蔬菜一样，刚开始种的时候不要让太阳暴晒，等长到这么大了就可以拿到室外去随意放置了。这几颗种在杯子里的，是不是拿来做装饰也很好看呢？挪到室外接受太阳的普照吧。后来发现这个位置，我说叶子怎么越来越少呢？同一天栽种的，放在温室里的已经要开花了。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杯子观察根部的生长状态。从菠菜根种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开始采收了，比种子快很多呢。第4种，芥蓝。我这2把买来时已经发干，而且一点根都没有的芥蓝，也是可以一样种的，同样留最里面的芯儿就可以。这些拿去做蚝油芥蓝了。这几颗芯儿还是先放在水瓶里，等第2天再栽种。由于我买来的芥蓝中间是有花头的，要开花了。为了方便做对比，我把其中一部分的几颗花头掐掉。另外这几颗保留花头，直接种下去。放到小温室里。这是我后来又扦插了2把到室外的菜床里，长得很快，扦插后1周多就这样了。之前放到温室里的那一盆，过了1个半月，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状况。已经开花打籽了。由于这把菜买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花茎了，而且一直放在温室里，温度条件太适合它们开花了，所以叶子没怎么长，花开得特别快。就连扦插时我摘去花头的那几颗，也照样从旁边分出了花茎，照常开花了。现在好多花已经谢了，进入了种子的生长阶段。看来过不了多久，我可以用这些收一批芥蓝种子了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第5种，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苋菜，也是可以利用一小部分的茎直接扦插种植的。扦插的方法和茼蒿是一样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扦插好的苋菜长到一定程度，会从它的根部附近发出更多的苋菜小苗。看，这几棵小幼苗可不是我扦插的，是从它根部自己冒出来的。可见苋菜的根系是十分发达的，所以只要插几根苋菜茎，过几个月你就可以收获很多的苋菜了。产量是不是很高呢？6. 胡萝卜。每当买到这样头上留有一点缨的胡萝卜，我都会忍不住种一些。只要把头部切下1厘米左右就够了。这样的小胡萝卜，生吃或者是用烤箱烤着吃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些胡萝卜头种起来吧。上面留的胡萝卜缨是不需要这么长的，因为种上之后，这些不会生长，反而会慢慢脱掉。真正能长的是从头部重新发出来的嫩叶。胡萝卜头既可以水培，也可以土培。水培的方法就是把它们放到一个能装水的盘子里，然后倒一些清水，水量没过胡萝卜头的1半高度就可以。放到有散射光的窗台上。剩下的胡萝卜烤着吃。2周之后，我们的胡萝卜头就变成了一盆美丽的小盆景。看看它的根部吧，已经长出了不少根须。这时，你可以把它们继续留在盘子里水培，也可以把它们移植到土里进行土培。上个视频中有朋友问我撒的这个棕色的粉末是什么肥？好吧，在这里我来公开我的秘籍，这是谷雪粉有机肥，非常适合家庭种植有机蔬果使用。我把这些长出小缨的胡萝卜头种到了室外的小种植箱里，这样比水培能够长出更多的胡萝卜缨。这样种胡萝卜主要是为了食用胡萝卜的叶子。胡萝卜叶的营养价值其实在很多方面要高于胡萝卜本身，它所含的维生素 C 比胡萝卜高出2倍以上，钙、镁、铁、锌以及叶酸等元素要比胡萝卜高出3到10倍。1个月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采收胡萝卜叶子吃了。你吃过胡萝卜的叶子吗？怎样的做法最好吃呢？欢迎大家留言与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美味食谱哦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很多朋友一定会问，这样种胡萝卜头到底能不能结出胡萝卜呢？为了找出这个答案，小厨特意把这批胡萝卜种在地里留了3个多月。现在就让我拔出来给大家看看，3个多月到底有没有胡萝卜。哇哦，这就是种了3个月的胡萝卜头，根部开始有凸起，但是并没有大的胡萝卜。如果要问我，要是再种更长的时间，会不会长出胡萝卜呢？这个问题小厨并没有得出答案，因为如果继续种下去，无论最终是否能够得到胡萝卜，都不值得再继续种了。因为我们如果用种子正常播种的话，从播种到采收也就是3个月左右。所以这种种法如果比种子播种用时要长的话，那么我们还不如用种子直接种呢。第7种，大萝卜。大萝卜的种法跟胡萝卜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切下3、4厘米厚的萝卜头，然后放在水里水培就可以。这种种法的目的呢，也是为了吃萝卜缨，而不是萝卜本身。食用萝卜缨有健胃消食、防治肠炎的作用。我把它放到了自制的小温室里，每次吃萝卜都可以这样种一颗萝卜缨。
使用从超市里买的萝卜，只要萝卜头没有被削掉就可以种。第3天，小绿芽从中心发出来。第7天，绿叶发得更多了。我把它种到了花盆里。其实如果不种到花盆里，一直水培也是可以的。1个月后，我种的时候是冬天，气温低，所以长得比较慢。如果是春秋种植，用不上1个月这么久。长到这样就可以开始采收萝卜缨吃了。即使是不用来食用，换一个好看的容器，用来做盆景，也是挺漂亮的吧。看到这儿，最后一种是什么？我想大家已经呼之欲出了吧。对了，就是好多人种过的大白菜。作为华人家庭的常用菜，大白菜几乎是家家必备。同样，每吃1颗大白菜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芯儿再种1颗。种白菜也不需要很大的芯儿，我通常会给它扒到很小，留中间一点点就可以。放到水里先水培几天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黄色的芯儿渐渐长大变绿，这是第5天的样子。第10天，这是另一颗，大概15天左右。20天，我们把它种在小花盆里吧。1个月后，这些长出的叶子无农药，可以放心食用啦。上次的影片发布之后呢，网友们提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菜什么季节种，几月份种，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温度。今天在这里呢，我就来回答这个疑问。其实呢，我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种植的时间，就是因为大家所在的地区不同，气候的差异很大。比如热带地区和温带地区就不能在同样的季节和月份种同样的菜。所以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看你当地的温度。一般叶菜类的植物要用根茎再生根种植的话，都不能太低温或者是太高温。那么笼统的说，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是肯定适合的温度。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低于这个温度或者高于这个温度就不能生长了。每一种菜的耐热和耐寒的能力都不同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有些植物呢，在5到15摄氏度之间也一样会生长，像茼蒿、菠菜、生菜等等。有的植物呢，一定要在温度较高的时候才能生长，或者是长得更快，像空心菜、芹菜、菠萝等等。像我这次种的这8种再生蔬菜呢，都是在墨尔本的秋冬季节种植的。当时基本上每天的温度范围呢，就是5到18度之间。这个数字呢，给大家参考。但是通常的说来啊，较高的温度更适合叶菜类的植物进入生殖生长，也就是抽苔开花。这就是很多菜友们说，为什么他们的菜刚长出几片叶子就要开花了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种植的过程中体会到乐趣。我觉得成功与否呢，其实不那么重要，而在这其中呢，可以体会到一个生命的再生和延续，不是更有趣吗？好了，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不错，别忘了订阅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，每周都有定期更新家庭种植的视频等着您哦。如果您还没有看过那篇10种不用种子，在超市里买回来就能种的蔬菜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说明描述里的链接进行观看。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影片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